2、3辈子的，我说从娘家带过来的，有的说是新的，有的说是不值钱，等我这，是啊，我才打动我这心里。我想我不如买什么了可吧，我还那个钱，我看把我花黑了呢。是啊，是啊。我娘家出过居士，出过秀才，你就说那个你那一的大户呢，成家，哦，可以打工。那个不大户人家还真没有这。俺家就是出过学士，出过什么，一到现在，我叔叔还在台湾。他那时候是那个清华大学的大学生，我叔叔是啊。哎，我家人你看着也出过人才。不行，这现在不是年龄大点了吗？是。年龄大点的也有点需要钱，那很年轻的，有2个孩子上学。是。哎。那您想卖多少钱呢？我1000块钱吧。1000块钱。其实这个实际价值，我说哈，这行里他们收的话就比较合理，就是600-700块钱。您这样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就说我给您按这个价格，他们600-700，那有可能给600，是不是？你看我给你700。我有点感觉，舍不得。但是再高了，再高了我吃不了了。行，要不你拿着吧，我看着你也是挺好的小伙子，挺实在的。你点一下。好。正好哈。我知道。喝点吃个苹果，吃个。你不用客气，我知道你肯定缺钱。你要不缺钱，你也不卖，是不是？对呀。我舍得嘛，你从娘家带的。我知道不缺钱不卖。这样这200是我给你。哎呦，谢谢，不用，小伙子。哎呦，你怎么那么实在，太实在了呢。这有时候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我能放得住。哎呦，我记得我是乾隆那时候的。你就清中期左右的。你看这个时间的。说新的那个都是忽悠你。那是忽悠骗过哈。行。那我就走了。我还有个东西，谁也没见，我给你看看哈。你拿着我看。你看。厚板的了。好，这个小碗真漂亮。漂亮啊。雍正的。雍正的哈。雍正的百寿嘛。繁体的寿字全部都是寿，中间有一个寿。你看内部这种使用痕迹你想想，从雍正到现在300年了，你说那时候人多仔细吧？它里边使上这样了都没舍得，就是说，都这么珍惜，没把它碰坏那就说明当时级别就很。这个比这个还值钱。是吗？行啊，你看着给我吧。因为都是市场价，按照市场价来嘛。好，你看着给我吧。这个我给你2000了。2000吧。要不成就行啊，2000就2000去吧。这个真不错，这个看来你平时都不舍得拿出来。哎呀，还薄薄的。我得藏着，我还把俺岁数拿去多玩了我。你点一下。2000正好。对，正好。还有别的好东西吗？我觉得你走上肯定还有好东西。有，你下次来可吧。行。下次我不强求了。不是，你实在不，下次我给你留着哈。走了，阿姨。走了。留步吧。好。大家着重讲一下这个肉屋子有人说新，有人说老，这万无一失。清中早期的，大家看一下，2个龙相对，这叫夔龙纹。夔龙纹在什么时候多见？有多早出现？在商周时候就出现了。大家看一下。所以说我们老祖宗为什么说文化一脉相承呢？就在这里，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都是有传承的。那什么叫夔龙呢？其实在早在《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说夔其状为牛苍身而无角，单足，出入水，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你看嘛，这《山海经》里边的记载早就有夔这种上古神兽。那么还有《说文解字》里面就说了，夔单足，辍行也。什么意思呢？单足你看就一个腿
绰形是什么？这个绰很多人都懂，单腿得蹦着走，你看都有说明。所以说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传承的。你看那个时候啊，大户人家拥有的，本身香炉就属于礼器，香炉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最初记载从汉代就开始有，一直传承2000多年。它属于说贯通天地静心养性甚至说呢具有这个镇宅安神辟邪通灵的作用。作为文人也是一种文房雅器，上边是蕉叶纹，下边是交叉的这个类似这个蒲草纹嘛，底下夔龙纹，在底下又有这种山形纹，2条悬纹。我说了怎么判断清早期？清早期好多的修图，特别在香炉上好多都是尖足的，火石红，非常非常自然。所以说收藏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量力而行的时候，能多给予一点就多给予一点，下来总是有收获。说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你说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下来一收到一个东西那就巨开心特别漂亮，特别精美的还收了一块泰山石镇宅辟邪开运为什么说泰山石镇宅辟邪呢？自古五岳之尊，泰山也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大的，那它是五岳之尊历代皇帝封禅必须上泰山，所以说呢，还代表泰山石敢当之说大老板家庭一般都会放一块。喜欢收藏的是不是都这样？喜欢就想买，喜欢就想买。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这一辈子图啥呢？就图一乐。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行过小周天，念咒加知觉，贫道我本是龙虎山得了道的小神仙，推过九宫图，演过立阵前，贫道我通晓天文地理，上下这5000年。你看这个炉多精美，现在炉可惜了，碎了。这位置，古代的炉都是合金铜，特别硬，就钢筋嘛。现在都电解质铜，你砸都砸不烂，这也是一个区分的点。看起来也裂了，也补了，所以一线有时候收个精品的东西很难。这就是传说中的立式炉传承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器型。立式古代有个陶器叫立，所以说它也传承到炉子上面。民以食为天。然后呢，慢慢的这些古代的这些栗陶栗陶龟等等的吧，它都是属于吃饭用的，慢慢的演变成礼器慢慢的演变成香炉了。可惜了，逛了一大圈。其实有时候咱下来收东西的时候看着琳琅满目，说真正咱能觉着够精致的东西还是少。这么大的一个竹雕的这个刘海戏金蝉，因为民间的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的主题。金蝉嘛，寓意金钱这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意思。看一下，你看这个蝉3条腿看吧。人们说嘛2条腿的人好找，3条腿的蛤蟆不多见。3条腿，然后刘海，你看他雕的这个人物这种形象，乐呵呵的，是不是有点有大肚尼洛那种感觉？主要就是雕工这个雕工非常的细致入微包括在身上这种衣褶拿的钱的这种感觉关键空体特别大，整个一目整雕的一个竹雕，特别漂亮。这一看就是南方工传世的皮革，非常漂亮。另外，这都是老板纯一线收上来的，一个清中期的一个小青花杯子，特别漂亮，如意纹图缠枝莲，底下是如意纹，这就是传世的。底下还有一个盘长花，非常漂亮。其实有时候下来收一个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有时候很难，好几个月没来这下冰。然后过来以后这老板一线就能收到很多好东西都是一线的这帮古董人一点一点的传上来的。这是一个褐釉的，这个年份非常好，一个压手杯，非常的朴拙这种的年份就特别好，胎足非常的干老所谓的干给人一种就是特别刮净利索的感觉，往往就是说新的做旧的它会非常的油腻，而且修胎呢也没有这种捕捉感它笨拙当中又带着一种利索。大家发现了吗？上边包括上面的开片都特别漂亮。
又属于这种自然的感觉，形也美，压手杯，这年份非常好。白贴纸啊，大家记着我之前收到过一个坛子嘛，就是铁盒，哎，但这个木头啊不是紫檀，不是什么多好的木头，但里边看带着传承的啊，那时候人已经很讲究，但这个年份浅了，这个得民国了，民国，看那时候讲究不讲究人。这很多老的传统都没有，现在就顶多就是一请帖，那时候是必须有这个，有专门的人送到府上或者送到您的家里打开，这才叫重视。现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解决了。软木的，软木和硬木鉴别很好的方法，顾名思义啊，软和硬的是，看一下，放大看一下，什么是软木？手指盖一定能掐到，看见吗？手指盖肯定能掐到，那这就是软木的。你像紫檀黄花梨，你掐不到，手指盖掐。这是最起码就是我们去在接触老家具或者木质的东西，你用手指盖一掐，这个东西如果掐不动，木头一定是就是说相对要好一些。一掐软，当然软未必不好啊。你比如说咱们那个金丝楠木，号称软木之王啊，就说这个和珅那个宅子里一个金丝楠木的横梁就价值多少个亿，所以说也不一定就是说只能区分软硬。一般来说硬的话会好一些啊，软的话，那你万一这要是一金丝楠，那也是个天价。所以说在历朝历代家具当中。咱说的这个洋金丝楠，什么洋金丝楠？就是说咱们用木头现剪的这种，就古代就是说用一个金丝楠木树做的这个家具。还有一种阴沉的阴沉木的金丝楠，那种一般做棺材啊，那已经就是水火不侵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有区别的。最起码我教大家这一点，就是说一般一掐你就可以往楠木上、往柴木上考虑了啊，一掐不动，那你可以往红木啊，是不是酸枝啊，这个紫檀、黄花梨啊这些硬木上去考虑，这是一个鉴别方法。大部分软的都不是好木头，大部分硬的应该是好木头，可以大体这么去分门别类。角人是什么人？叫什么什么？什么木头？就是柴木。这小子是什么？也是。这柴木难不了。楠木哪有这么粗的丝？难不了。太粗了，柴木。楠木也不会细成这样。就普通的柴木。下来之后逛了2天，不是有收获啊，这特有味道，也是喜欢，特别喜欢，漂亮体积。所以说下来还都是清中期的炉，晚清民国的刘海西金坛，这一套下来都是有传的。有的时候一收到手了以后啊，喜欢的不得了啊，这边上这老板看的都想再要回去，一拍就更漂亮。有时候在那的时候啊，不见得说认为它有多好。当人们有认知了，去介绍的时候，发现就漂亮。雅嘛，传统文化的魅力，别的有些时候咱说的大美无言啊，完全，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废话，真正的美是在这里，别拍我拍他们，我只是说整个历史长河中的那么一小粟，一小粟，9牛1毛都算不上，而是文化才是永恒的东西啊。所以说这都是味道，味道都在这里。我收藏这个，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